12枚 GBU 武器砸下去，福尔多核设施已遭受重创。如果发生核泄漏事件，该如何处理？B2空袭伊朗核设施，虽然伊朗表示什么事都没有，但实际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山体塌陷，内部被重创，并且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说法，纳坦兹的核设施可能已造成局部污染和化学危害，也就是核泄漏。那么福尔多核设施可能也会如此。在美军5月之锤行动中，美军12枚 GBU 武器轰炸福尔多核设施，2枚 GBU 武器袭击纳坦兹核设施。福尔多的情况之前我们已经分析了，遭受重创。至于纳坦兹核设施，在2枚 GBU 武器的袭击下，这东西已经被炸漏了。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消息，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内部可能已经造成局部污染和化学危害，不过核研究堆和动力反应堆并没有受到攻击。伊朗邻国的人员和环境也没有受到放射性影响。翻译一下，就是大家不要担心，伊朗核设施虽然被炸了，也出现了局部污染，但问题不大，最关键的东西没事。纳坦兹核设施遭受意外，福尔多可能也是如此。有消息称，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尔多核设施内部署了核传感器以及其他监控设备，用于监督铀浓缩活动，并确保核材料的和平使用。而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均表示，没有检测到福尔多核设施内部出现放射性泄漏。对此，火力军只能说，这话说得很好，下次不许再说了。伊朗都已经要造核弹了，就不可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福尔多也很有可能与纳坦兹的情况类似。至于为什么美军的 WC-135 核侦察飞机没有检测到辐射，原因也很简单，伊朗的核设施都是地下基地。核设施被破坏之后，核粉尘只有进入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被设备监测到，之后推断核材料的容器出现破损。但伊朗的核设施是在地下，即使容器破损，发生核粉尘或核污染物泄漏事故，这些污染大部分处于地下空间，就比如福尔多。而且伊朗核设施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确定， GBU 武器的引爆深度也不确定，所以炸弹在核设施内部爆炸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破坏岩层结构制造塌方来实施破坏。从6个弹坑来看，美军也是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容器被破坏，绝大部分核污染物都会残留在容器当中，只有少量会跑到空气中。如果弹坑的孔洞与核设施没有打通，或者产生的裂缝较小，那些核污染物可能不会从弹坑孔洞里跑出去，而是留在地下。毕竟核元素都是很重的，没有核反应堆产生的超高温，这些核元素与炸弹的爆焰混合能不能卷上地面也是个问题。辐射飘不上来，地表的仪器以及美军的核检测机自然检测不到辐射。但这并不代表核设施一点事儿都没有。所以有消息称，在短时间内，伊朗的人员和环境不会受到核辐射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长期都是这样。如果伊朗的核设施出现泄漏危机，美国是否会出手帮忙呢？如果由于 GBU 武器的轰炸导致伊朗核设施内部发生泄漏，危害是很大的。首先就是毒气，如果纳坦兹对储存6氟化铀的容器因爆炸而破裂，6氟化铀就会逸散出来，这东西接触到水之后就会发生水解反应，之后分解成氟化氢和铀氧化物，其中氟化氢是剧毒气体，吸入50 ppm 就会导致肺水肿死亡，救援人员也不安全，暴露3分钟就有可能致死。那些铀氧化物则具有放射性，长期吸入会增加肺癌危险。氟化物和铀化合物渗入土壤后，会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之后间接污染地表土壤。这还只是最开始的，如果那些铀浓缩也泄漏了，危害将会更大。泄漏的浓缩铀会形成微小放射性颗粒，吸入后造成阿尔法粒子内照射损伤，增加肺癌、白血病风险。放射性尘埃随风扩散至数公里范围，沉降后污染土壤与水体，之后通过灌溉系统进入农作物，就会破坏农业生态并威胁食品安全。污染也可能随底格里斯河水系蔓延至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及波斯湾，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道。而且放射性与化学物质复合污染的持久性很强，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的计算机模型显示，若福尔多 10% 的铀泄漏，中亚地区农作物污染将导致未来40年内超过20万人因额外的癌症死亡。根据美国优思科学家联盟的模拟研究，如果纳坦兹发生严重事故，在特定的气象条件下，那些放射性污染物会扩散至数百公里之外，对伊朗中部与邻国的居民健康以及农业生态造成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波斯湾国家，沙特、卡塔尔的渔业可能会崩溃。伊朗及伊拉克的粮食产区污染会导致区域性的饥荒，中亚与南亚也会逐步波及。那么核泄漏又该如何处理？美国是否会出手？伊朗人民也真是倒霉，吃完以色列的物理攻击，还要吃核设施的魔法攻击。如果伊朗福尔多核设施泄漏，伊朗能做什么？很遗憾，伊朗能做的非常少，只能尽量拉来更多的土石，深埋摧毁的核设施，并且要做防泄漏处理，把周边几十公里内居民搬迁。那么直接将其掩埋可以解决问题吗？让火力军来回答，答案就2个字：不能。即使被掩埋，那些剧毒化学物质还是会扩散。氟化氢这种强腐蚀性气体可以渗透土壤裂隙，持续向大气释放，导致周边区域急性中毒风险无法消除。即便表层掩埋，也可能通过渗流地下水将毒性物质带入底格里斯河流域，威胁下游国家的水源安全。那些放射性颗粒也可能通过地质活动或地下水慢慢渗出，并在数十年内持续污染生态系统，增加各种疾病的爆发概率。就结果来看，在掩埋核设施之后，伊朗就听天由命，祈求不要大规模泄漏。没办法，没有处理核泄漏的经验，并且泄漏后核心区域的辐射强度远超人体耐受极限，施工人员无法在现场执行精确掩埋操作。山体复杂结构，机械远程作业也很难保证密封完整性。伊朗库姆省地震带的地质条件也进一步增加了施工风险。当然，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在发动打击时，美国的 WC-135 核侦察飞机就已经准备就绪。一旦发现核泄漏，美军特种部队就会出手。美国那边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些事的部队，也就是生化事故反应部队。该部队成立于1996年4月，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远征军，部署在马里兰州。主要任务就是对全球范围内的化学、生物以及放射性核事件进行快速反应。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双重领导，编制包含穿防化服的人员和排爆专家，并多次参与国际核生化危机处置，比如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救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生化事故反应部队当即派遣了155人，并于4月增派145人，协助开展放射性物质识别、过量辐射者救助及取物工作。指挥官多次考察陆上自卫队驻地，并进行联合训练。等到事故稳定之后，部队才进入待命返程状态。即使没有事故，生化事故反应部队也会定期进行模拟核生化事件演习，包括车辆翻倒救援、放射性物质去除等科目。与其他特种部队相比，该部队装备实现了全独立补给链，具备72小时全球部署能力。火力军估计，在打击伊朗核设施时，美军的生化事故反应部队就处于待命状态，一旦核侦察飞机监测到辐射，就立即出动。那么美军特种部队会如何处理伊朗核事故？实际处理事故时，生化事故反应部队首先会进行侦察，侦察士兵一般都是第一个进入影响区域的人，利用侦察设备确定事故地点，并确定事故原因。之后取物小队随之出发，该小队由27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对人员进行取物，并稳定伤员。取物区域一般靠近污染区域的边缘，当受污染的人进入这些区域，个人物品和设备会被收走。之后小队成员引导他们通过淋浴冲洗，并使用手持式监测仪检测，确定是否仍然存在污染痕迹。在所有伤员被净化后，就会将人员运送给等待的医务人员，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只是就这个过程来看，美军生化事故反应部队虽然具备核污染处理能力，但是在面对福尔多核泄漏时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其主要负责的是小规模污染处置，比如脏弹袭击或局部泄漏。训练内容集中于伤员去污、辐射检测以及紧急医疗，比如从污染车辆中救援，而不是针对大规模核设施泄漏。在具体执行任务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福尔多核设施一旦出现意外，可能是剧毒气体与放射性尘埃并存，需要双重防护。生化事故反应部队也无法覆盖大面积污染区，而且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结构很复杂，处置难度很大，仅靠美军的生化事故反应部队无法迅速处理伊朗核问题。所以如果伊朗的核设施真的出现泄漏，还是需要周边国家配合，在短期内通过混凝土灌注封堵泄漏点，结合活性炭吸附减少气载污染物释放，之后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水隔离墙与辐射监测网络，阻断污染迁移。最后则是长达数十年的环境修复计划，比如土壤去污、替代水源供应、民众健康追踪等等。至于伊朗核泄漏会不会发展成切尔诺贝利与福岛事故的程度，火力军的看法是不会。一个是核反应堆爆炸，一个是核泄漏，情况完全不同。就美国的打击程度来看，即使福尔多核设施发生核泄漏事故，
程度也完全比不上切尔诺贝利与福岛，后两者都是核爆炸而不是核泄漏。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顶部被撕裂，反应堆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大量放射性尘埃随风飘散。事故发生10分钟后，苏联消防员投入灭火，之后特种直升机出动，向反应堆投掷约5000吨硼砂和铅，阻止辐射会扩散。但很多高污染场所的清理依旧依赖人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最终，为了彻底封锁4号反应堆，苏联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石棺。切尔诺贝利事故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也是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7级事故的特大事故。乌克兰共有250多万人因切尔诺贝利而身患各种疾病，想要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少需要800年。并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不只污染了周围的乡镇，还因为气流的问题没有规律的往外面散开，辐射尘有 60% 在白俄罗斯，有一半的易挥发粒子掉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以外的地方。第二例第7级事故的特大事故就是福岛核事故。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了一次 9.0 级地震，导致发生海啸。福岛第1核电站、福岛第2核电站受到严重影响。在地震发生之后，应急柴油发电机自动启动。如果没有海啸的话，一切都好说。但地震46分钟后，第一波海啸浪潮深入核电站内部，导致大部分应急柴油发电机丧失电源，供电系统也因为海啸遭受重创。由于丧失了把堆芯热量排到最终热线的手段，福岛第1核电站1234号机组在堆芯余热的作用下迅速升温，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爆炸。在此期间，日本是有能力解决的。3月11日发生海啸，但爆炸到3月12日才发生。期间抢救难度太大，最终发现没办法再拖的时候，才向堆芯注入海水，以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与二者不同的是，即使伊朗发生核事故，也只是核泄漏，而不是核爆炸，后续影响没有二者那么严重。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依旧没有完全冷却，并不断释放温度。为此，乌克兰又再次加厚石棺。另一边，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为了持续冷却核燃料，福岛核电站已累计产生了至少 33.5 万吨核废水。东电搭建起了上千个钢槽储存这些核废水，最终选择了排到大海里。就性质来看，伊朗是核泄漏，不是核爆炸，短时间内不会对伊朗造成太大的危害。但难点在于，伊朗的核设施深埋地下，处理起来比较困难。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1万名矿工挖了一条12米深、150米长的通道，达到了4号反应堆正下方。接着挖出一块长宽各30米、宽2米的空间，用以灌满水泥加固结构。伊朗也可以这样做，之后将福尔多彻底封存。但福尔多核设施处于地下90米，建造难度极高。当然，以上情况只是猜测，伊朗是否出现核泄漏还是未知数，但大概率是没有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无论是伊朗还是周边国家都不会那么淡定。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会如何处理核泄漏？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